回到 L'Associé Indigo 频道。好，今天我们要读牌的主题是2024年第一季工作财富运如何？那也就是1月到3月的工作财富运。那一样，我们大家自行暂停影片，用你们喜欢的方式静心，想着这个问题。心静下来之后，慢慢睁开眼睛，看面前哪一个牌组或哪一颗水晶最吸引你，那就是给你的讯息哟。选好了吗？我们要开始解牌咯。好，选择1号牌组的朋友，你们选的是这一颗清透的绿水晶，我把它放这边，放这边好了。首先我会用2张神谕卡来看一下你们第一季1到3月整体的这个能量场，事业财富整体能量场。第一张是36号的 Tower 塔牌，第二张是这个绿松石 Turquoise。 首先从这一张绿松石的水晶卡的能量来看，下面呢它有一个句子叫 Speak your truth， 诉说你的真实，诉说你的真相。通常绿松石它是给如果你觉得你一直有想法有意见却没有办法表达，一种是不知道怎么表达，另一种是没有机会表达。没有机会有可能是因为公司学校的体制或团体之间上司给你的压力，客户的压力，让你没有办法表达。另外一种就是纯粹你的个性让你无法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有可能是害怕冲突，有可能是害怕改变，有可能是单纯不知道要怎么样用一种平和跟让人理解的方式去解释你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所以选择1号牌组的朋友，你们最近可能都是有一种压抑的状态，在你的事业上跟财富运上，你可能一直追随着某一种体制，跟着大家走，照着别人的想法去做，但其实你一直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人，你可能有很独到不一样的见解，但是一种能量是你可能你潜意识知道你的见解其实是可行的，但是同时因为还没做，你也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成功，所以你也不敢说直接讲出来，万一人家照着你的意思做，万一不成功怎么办？所以呢2024年新的一年是第一季，你们会选择要讲出来。如果你们真的有这种想说却说不出来，无法说的这种情况，你们可能真的可以佩戴一点绿松石的饰品在自己的身上，或是纯粹带一颗原石在包包里或放在办公桌，因为它的能量可以让你懂得如何去表达，去 speak up， 大声讲出来你的真实跟真相。这张36号的 The Tower 塔牌，所以我觉得你们可能第一季就有一种你决定说出你真实的想法，这个真实的想法也有可能是你一直都不同意你的上司或你的团队或者是你的客户，你终于讲出来，你有一种不在乎他们会怎么反应，因为你知道你做的是对的事情，所以会有这种塔牌的能量场，有一种打掉重练，因为你决定要打掉重练，你不想要再忍下去，或不想要再假惺惺下去。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但是你看到这群人，他其实是塔被雷打到之后，他们其实是坠落到很多的黄水晶，所以你们决定打掉重练的这件事情，其实是会让你把你带往更丰盛的下一个阶段，是往增加财富的方向去走。
你才愿意把你这个你觉得说出真相，你的真相就如同雷一样打在这个你可能已经建立了很久的基础，或者是你已经在这个公司待很久的这应该怎么说，就是你待很久的公司，你决定说出真相，让他们听到你的声音，然后你可以重新建立适合你自己的基础，你自己的王国。所以这边是整体能量，所以有的人可能是有的人可能是也有一些计划需要重新开始或改变方向，有的人可能是终于提离职，那这个决定离职，可能自己创业之类的，会让你的上司或者是你的同事觉得有一种惊讶的感觉。那有的人可能是跟投资有关，等一下我们会看塔罗牌来看详情。有的人可能决定要卖掉什么房子，或者是要抛售什么股票，别人会觉得你在想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其实因为你有自己的远见，你可能嗅到了一些风向，所以你这样决定，或者是你已经受够不想再做同样的事情，你打算转方向也是有可能的。所以36这边有部分的朋友，你们可能是36岁上下，或者是你的生命灵数是36跟9，369。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用其他的塔罗牌跟神谕卡来看你们的财富事业运。好，牌组1的朋友，这是帮你们抽到的塔罗以及神谕卡，代表你们1到3月财富事业运。这2张，一张叫 Passage， 就是 Passage 通道，这张 Lotus 莲花。从这2张我先讲，因为如果真的部分朋友你们决定什么离职啊，还是你们的生意走向会方向改变啊之类的，你们做的这个决定应该会带你通往一个你的下一个目标，下一个丰盛的道路。因为它这个 Passage 中间有一团火焰，然后这个通道后面也有一个小火焰，有没有？然后后面是阳光在照耀着，所以这是你必经之路，不用担心，不用害怕，这是你必须要做的一个改变跟决定，打掉重练是必要的。然后这张 Lotus 莲花让我联想，就是你应该是对你的事业或者是你的投资标的有一个信念，这个信念你必须出淤泥而不染。如果你觉得你的这个真实是正直的、正当的、对的，会让你感觉到一种高频率的，那你就是要去把它说出来，去执行它，让别人听到你做的不管再大的动作，只要它是如莲花一般清新、盛开、干净，你要保持好，不要管别人说什么，不要被别人一些比较短视近利的意见而左右。因为这样我就连带我先讲 Tea Leaf 卡，你这边有一张 Door 门， Opportunities are waiting for you， 你有很多的机会在等着你。在 Passage 上面就有一个 Archway， 一个拱门，也是一个道路的形象。 New opportunities, possibilities and paths opening up。 所以就是我真的觉得蛮神奇的，因为你连续2张都是这种通道，你是在对的道路上。宇宙一直在告诉你说，如果你现在有点害怕的感觉，不用害怕，你的内心潜意识知道是对的，表示你的指导灵其实在指引你走向这个会带你更成功的道路上。而且你的1到3月事业跟财富上会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机会会为你打开。这边又有门跟道路的形象非常非常的强烈，所以你一定要往前走，不要害怕，不要恐惧跟担忧，因为你是做对的决定。当然这边还有一张 Lightning， 闪电、雷电、
这边就对应到这张塔牌。所以你可以表达你的真实，但是你在表达真实的时候，你在讲述你的意见的时候，你大概要注意一下，因为这张卡讲的是说 control your anger or you will be sorry， 你要控制你的愤怒，不然你会之后会后悔，就要去就是要去处理善后之类的。所以你可以表达，但是要用平和让人理解的方式，不需要去动怒。1到3月千万要记得不要动怒，因为我相信你可能会碰到一些人际关系上的交往，可能是亲人、好友，或者是同事或上司或客户，可能会讲一些事情 trigger 你，让你觉得听了不爽，或者是觉得他们意见不够，你觉得他们不够宽大心胸啊，不懂你啦，或者是视野不够远啊之类的，不用动怒，因为每个人的经历不同，会导致他们想法不同。你可以去诉说你的想法，但是不用去逼人家一定要接受你。好，然后这个 crib 摇篮 birth or conception of a child or enterprise。 那因为我们现在是讲事业财富运，所以你们就是我觉得大部分很多1号牌组的朋友可能真的要开创一个新事业。你在开创这个新事业，你就是照着你的这个热情走，你决定离职开创自己的事业就去做。当你 follow 你的 passion， 照着你的热情走的时候，热情是什么？就是你觉得当你在想说你要开始一个新事业或一个职业的新方向，你会觉得有一点兴奋，但是又紧张，那就是你的热情。你随着你的这种感觉走的时候，你的那个机会之门就会一步一步的为你打开，一直引领你走向你该去的那个方向。好，这就是你的指导灵，刚刚我一直在指引你的天使。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塔罗。Six of Pentacles 第一张是钱币6。我先讲一下生命灵数，刚刚有讲369，对不对？然后另外可能生命灵数5、生命灵数5、生命灵数8跟7的人可能会选到这一组。然后我发现星座部分也是很多，4个象，火象、风象、土象、水象都包含，所以我觉得可能有很多朋友会选择第一组，所以这边的囊括的资讯比较多。那首先第一张是钱币6正位，解释牌是 luck 幸运， jackpot fortune reward。 所以如果你们，我不知道尾牙你们吃过了没有，如果还没吃，即将要吃尾牙，那有可能会中奖。好，就是这个钱币6的形象是说，有的人可能会抽到奖啦，那如果不是尾牙抽到奖，那就是公司会给你 bonus， 你们会得到一些奖励，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人可能会得到长辈，看你的岁数啦，可能有的人还是会得到长辈给你的红包之类的，那有的人可能有去买乐透什么的，那这3个月可能会你们就是财运偏财运可能很好，会中奖，因为这边是偏财运的一个形象感觉。然后当你们真的中奖，就是你们会有一个奖励的感觉，那每一个人遇到的这个奖励可能都不一样，欢迎在留言处跟我们分享。当你获得的这个奖励，你就会变得比较大方，你可能就会也把这个幸运分享出去，你可能会得到钱财的奖励，比如说分红啊或什么，你可能就会带家人出去玩啊，或者是帮你爱的人、你关心的人买礼物，带他们去吃饭啊之类的，或者是有人可能真的就会去做慈善机构的 donation， 去捐赠、捐献。你们就是因为你们有这种幸运、财富上幸运的能量，你们1到3月会也拥有这种愿意去给予别人的一个能量场。第二张是权杖7。另外我也觉得也有可能，如果你们是开创自己事业，你们可能会真的得到赞助人的援助，或者是你们会找到会有一个你意想不到的投资人愿意投资你的这个新事业，所以让你觉得有一种中奖的感觉，你本来没有期待说会有这个投资人，或者是有这个赞助者。好，然后第二张权杖7的正位，你们1到3月一样，你们会一直维护自己的立场，
你们会为自己相信的信念、你们的真实去奋斗，然后不会被人家左右。那这边这个解释牌是 aid 帮助 mercy, charity, kindness。这边有2个讯息，我觉得当你们在坚定自己的立场，为自己的信念奋斗的时候，你们会得到一些觉得你的信念是正确的人的帮助。这边可能有点连接到这个赞助者的能量场。你就是一直做你觉得对的事情，然后宇宙就会一直送机会跟贵人给你，帮助你。那第2个讯息是说，有部分1号牌组的朋友，你们可能会有点抗拒别人对你的帮助。如果因为你们底牌是strength 力量牌的逆位，这种狮子座的能量，狮子座我通常力量牌对我来说也有一点处女座的能量。那如果你有这种，因为我们狮子座处女座都是属于比较有点小骄傲，不太愿意表现出懦弱，或者是需要帮助，有需要帮忙都不说，那你不说就没有人知道。所以当有人自愿来帮助你的时候，你可能会去 fight， 就是有一种抗拒，说你不用帮我没关系，我 OK， 我自己可以解决得了，有一点这种感觉。好，第3个是那个宝剑2的正位，你们在，这就是一种抗拒选择。如果1到3月你们做的这件事跟事业有关或投资有关，其实你们已经知道你们可能会面临选择，然后这个选择就是2选1嘛，你要往哪个方向走，你要放弃哪一个投资标的，或者是你的事业，反正你可能1到3月会碰到一个你需要放弃某一个东西。因为这边解释牌是 death， 是死亡，你有一个东西就是做不起来，那你要把它放掉，但是你一直会卡在那边不想放弃，你会觉得很可惜，或者是你怕放弃之后你做了错的决定，其实放弃掉这个东西它会，比如说我有想到股市，就是你怕把它卖掉以后它之后又涨了之类的，就是你会卡在这边。不管怎么样你要做一个决定。好，我先单纯就是用牌面解释，反正你们1到3月会遇到这个，你需要抉择要放掉哪一个东西。好，那这个每个人我们等一下会抽一些牌，看宇宙有什么建议要给你。但是你们现在大概知道你们能量场会是怎样，你们可能会有点抗拒别人的帮助啊，你们可能会有点不愿意面对现实，对你的事业财富某一些你曾经投资的地方，你会不愿意面对现实，不愿意放弃它。好，那最后一个是圣杯3的正位，这很棒。你们1到3月绝对会得到团队的支持，你们可能会得到很棒的员工，如果你是老板要自己创业，那如果你还是在公司工作的话，那你会跟你的团队的相处非常的好。那我们不知道这是新团队还是旧团队，反正1到3月跟团队的合作是那种情感连结，然后一起走过大风大浪，然后你的团队都会非常支持你，然后大家会互相鼓励的那种感觉，是很棒的一个能量场。然后解释牌是 coach 教练 advice obedience knowledge， 所以部分1号牌组的朋友，你们可能是处在那种团队的领导人，你有可能是团队的领导人。然后呢，有部分的朋友可能是真的是做教育的，教育业或者是职训的。反正1到3月你们会是处在，如果你是做职训、教育、领导团队的，那这个能量场合作能量场会很好。你们是互相，你们不是那种互相竞争、搞小动作，你们是互相支持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好吗？所以不用担心。然后底牌是力量牌的逆位嘛，力量牌的逆位其实还是有力量，但是1到3月你可能会因为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打掉重练，或者是说要带领一个新的团队，有可能是新的团队哦，你可能会带一个新的团队，或认识一群新的朋友，加入你的这个投资计划，或者是这个新开创的事业，那你会很累，所以你的身体的能量上可能会有点低迷。因为它解释牌是 friendship 友谊 team 团队 connection 连结 network 互联，就是一个人际网络的意思。所以1到3月人际网络对你们来说是一个重点，因为你可能会有一个很大方的能量场，
如果你真的是带领团队的人，或者是你开创一个新的生意，对待你的员工都是属于那种很大方，然后也不会吝于给予薪水，或者是不会吝于给予bonus， 或者是你都会很愿意花时间精力去指导他们，然后会就是你们是带人是带心的这种意思。但是因为你付出了很多嘛，但是那就会影响到你的整体的，可能是身体上的，或者是心理上，身体心理都会被影响，都会有点疲累的感觉，好吗？但是至少你有你的好朋友支持你，好团队支持你，你的团队几乎可以算是你的朋友的一种感觉。好，那也有可能是说1到3月你会有很多需要交际的场合，会让你比较累一点。那这边另外一个小小的讯息是说，大概注意一下，不要因为可能有部分的朋友如果太累了，能量场低落，可能会用一些心计去控制你的团队，或就是控制人际的交往。这个大家自行对应一下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宇宙有什么建议。我们的指导灵给了3个建议，关于你们1到3月的财富跟事业，很正向。首先第一章是 When I lean on the faith of the universe, peace becomes real。 所以我觉得整体能量就是有一种1到3月你们很兴奋，因为要做一些改变或者做一些新的事情，但是同时有点害怕，对不对？然后呢，宇宙现在整个重点就是叫你们要保持信心，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时候，就一直往前走，你的道路就会一直为你打开。所以你要相信，当你倾向于对宇宙的有信心，当你对宇宙有信心，平静自然就会到来。平静就是真实的，你就会感受到平静的意思，就是这个 Lotus 的能量。白莲花，你们只要相信宇宙，你就是往着信念走，宇宙绝对会支持你这种为信念奋斗、为真实奋斗的这个能量，而帮助你。他会给你需要的东西，他会为你打开你需要打开的门。有信心，你就会感到平静，就不会害怕，好吗？猫头鹰，这边有2只猫头鹰，所以猫头鹰可能1到3月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 sign。当你有疑问，当你开始信心动摇的时候，如果看见猫头鹰，可能就是宇宙给你的 sign， 说不用动摇，不要害怕，记得要对我们有信心的意思。第二个 Super Moon， 超级月亮，Emotions are running high。 1到3月整个就是你们的事业财富就是一种很嗨的一个状态。当然这边也有就是每次满月可能会，你们可能是有点会受到月相的那个能量场的牵引。好，所以当满月的时候你们会特别的嗨。那你们嗨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就是比如说不要嗨，有2种情况，一个就是会跟朋友很开心，然后很快乐；第二种情况就是也很容易会人家可能做一点小蠢事就把你惹火。所以这边有一个 lightning， 记得不要生气，要控制你的情绪，好，千万不要跟别人生气。好 ，emotions are running high。第3个 self， 这个小猪猪好可爱，11号，知道？我刚刚听到2月11。看2月11有是不是某些人的关键日。 Self-worth, self-love, self-value, self-respect。 你们1到3月呢，就是要注重对自己的爱自己。好，爱自己讲起来很怎么说 vague， 那我来解释。当你愿意为自己的信念奋斗，当你不再在乎别人怎么去批判你的信念，或评论你，或给你什么建议，当你都不在意的时候，还很勇敢的去说出来，去执行，那就是 self-love， 就是爱自己。当你爱自己，别人就会感受到，你就会吸引你的贵人来帮助你，就是这样。这其实是讲同样的东西。然后当你爱自己，懂得维护自己的信念，懂得去执行你的信念，对的事，你的自我价值感就会提高，别人也会看到你的价值，就会给你用对的方式来对待你。你要尊重自己 self-respect， 不要觉得自己要接受很便宜的价钱买你的服务，不要随便的就把房子卖掉。
知道自己的价值感在哪，就会有人愿意付你的那个应有的价格给你，好吗？因为我们现在讲事业财富啦，哈。小猪猪可能有部分的朋友属猪，好吗？1到3月的建议。最后，我们用天使解答卡，你们现在可以想一个问题，然后等一下会有3个答案给你选择。这一张卡上面有一个满月，有没有？然后这个 Super Moon 又是一个满月，所以又再次去 confirm 你们满月的时候，能量会特别的 high， 特别的拉高，所以你的情绪也会比平常更 extreme 更极端。所以当你那一段时间如果开心，你就会特别开心；如果那段时间不爽，你就会特别不爽。但是这就是宇宙给你的建议，就是说你要注意。这边有个小讯息，就是满月的时候注意自己控制自己的情绪，好吗？哈，我们虽然开心可以特别开心，但是也要小心，不要乐极生悲。哈，这样好。来3个答案，想你们的问题，可以暂停影片，看哪一个牌最吸引你，那就是你的答案。我们从左边开始解答。首先，第一个答案。Choose a new direction， 选择一个新的方向。那这个我就不用多做解释，就是你现在问的这个问题，天使希望你去换一个角度思考，选择一个新的方向去解决事情，去处理一个人际关系之类的。好，或选择一个新的，就是一个新的目标、新的标的。好，第二个答案 ，Remain positive。保持信念，保持信心，把能量场提高，不用担心。他这边没有特别明显的 yes or no， 就是说情况不会太糟，给你答案的时间还没到，但是只要你保持信心，用正向的信念去处理，去相信，就会往你好的方向去发展。第3个答案 recovery， 恢复、修复。那这个就是第一个是我觉得天使鼓励你情绪高涨、情绪不稳，或者是特别恐惧啊，满月你可能会特别恐惧之类的，那你就可以来冥想一下，把心平静下来，如这个白色的莲花。还有就是你们的底牌是那个力量的逆位嘛，所以当你觉得累的时候，记得一定要休息，让自己处在一个独处的状态、安静的状态去休息，身心灵都要放松。好。recovery， 那就是还有就是针对你自己的问题，你们可以对应一下这个 recovery 是什么意思。如果是跟钱财有关的话，这个感觉是说你可能需要先存钱，先不要付出，先不要投资，要先存，让你的财库有一点恢复之后再说。如果是类似这样的问题。好，那希望今天的读牌对大家有帮助。那欢迎大家在这支影片按赞。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然后也欢迎分享这支影片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读牌。你们的按赞订阅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非常感谢你们。另外也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 Associate Indigo， 在上面我会 po 每周塔罗运势，以及不定期不同主题的塔罗运势。那如果有个别占卜需求的朋友，欢迎 email 给我，email 都在我的影片描述栏里面，或者是我的 Instagram 上有一个按钮，你直接按了就可以 email 给我哟。好，那祝福大家第一季财源滚滚来，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好，选择2号牌组的朋友，你们选的是这一颗天青石，我把它放这边。首先我们用2张神谕卡来看一下你们1到3月财富事业运的整体能量如何。第一张是27号的 The Zoom Meeting， 第2张是给你看一下 Celestite 天青石 OK。 好，首先27这个数字，生命灵数257跟9的朋友可能会选择到这一组。另外2月7号可能是一个关键日。 The Zoom Meeting 这一张神谕卡，我看到的是说你们这第一季可能在工作上，一个是会非常的忙碌，
忙碌跟客户、合作商、同事之间的沟通。因为 The Zoom Meeting 有一些人可能你们真的就会常常需要跟别人做视讯会议，而且这种忙碌的感觉是因为有非常多可能会导致大家需要热烈讨论，或甚至有一点争执的情况，就是这个整体能量场。我这边感觉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就是可能在开会的时候，你们就是有一点心理准备，可能会需要，可能在跟别人沟通上，在跟同事或同事或客户之间的沟通上，会让你有一种腹背受敌的感觉，有的时候，或者是说他们讲的意见说出来的话让你不是很赞同，会让你有点火大，这是可能第一季会遇到，工作上会遇到的情况。或者是如果是跟投资有关，那也有可能不只是投资啦，就是在你的这个工作上，工作领域或投资的事业上，会需要跟人家有所争论，一来一往的一种感觉。这个天青石这张卡就很表明的说，因为你们第一季的事业工作上会非常的忙碌，而这种又需要跟别人去可能 negotiate 去谈判，你们可能会有很多谈判的能量，所以这种跟人家争执谈判，然后在互相妥协之前一定会有这个争执的过程嘛，所以这样的能量场会让你有点混乱，让你会有一种 anxiety， 有一种焦虑感。所以这张卡是说你需要适时的在没有工作的时候让自己安静下来，因为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听到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这个真实的声音也就是一个是说 subconscious， 你的潜意识的声音，也可以说是我们指导灵的声音，你的高我的声音。所以当你很焦虑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是你觉得被受到攻击的时候，去静心去冥想，你会听到这个声音告诉你该怎么去处理跟面对，好吗？该怎么反应。有些人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真的是在厨房做视讯会议，有的话欢迎在留言处分享。所以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可能有一些风象星座的成分，比如说你的水星或者是你的月亮在风象，而让你会想了很多。你们可能是那种先想一步，你们遇到争端的时候会一直，你们焦虑的原因是会一直先想，就像下棋一样，先想对方会怎么样的，有什么样的言行举止，然后你就会先想好要怎么样去对付，怎么去反应。但是这样当然是是聪明的人才会就是先好几步想好，但是就是这种太过的 calculating 的一个习惯，会让你非常非常的焦躁，好，情绪不稳这样子。所以这一张天青石就是说，第一季你们需要适时的停下来，不要一直就是一碰到事情马上反应，千万不要。你们一定是如果正在 meeting 中有人说了什么或提议了什么让你不开心，觉得不公平的话的时候，先想一想再回答，好吗？好，那接下来我们会用塔罗以及其他神谕卡来看一下你们的1到3月的财富事业运哦。好，这是帮大家抽到的关于1到3月财富事业运的牌卡。首先这边有很多的宝剑牌，第一张就是宝剑4逆位，然后呢最后一张是宝剑6的正位。很奇妙的是说，你们的这个能量卡牌，这个 Zoom Meeting， 它这个女孩子身上插了5支箭，所以她其实给我一个宝剑5的同样的含义。所以整体能量刚有看，你们可能会因为工作上有一些冲突或争执，或者是一些权力斗争，或者是这种
在跟客户或同事商量协调不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到第一季快结束的时候会进入一个尾声，进入到一个走向平静，然后疗愈，慢慢解决事情的一个能量场。你们的底牌是圣杯4的逆位，也就是说，然后是绿色的，它的解释牌叫 Origin 源头，也是绿色的，是一个非常有机生命开始要蓬勃发展的一个能量。因为圣杯4的逆位代表是说，你们决定，你们的第一季是一种蓄势待发的状态，你们已经决定好所有来到眼前的机会你都要抓住，你绝对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所以这可能是你的事业，可能是你的投资标的，都有可能。所以可能你如果是自由接案的，你在接案的过程，你可能会抓紧每一个机会去接受这个案子，但是在谈价码上可能就会有一点点的需要比较费心，如果你都要接的话。然后它旁边有一张 Spring 春天，这也是绿色，很神奇，很奇妙，就是这边绿色刚好都排在一起。所以我觉得选择2号牌组的人，你们其实现在的事业跟财富是处于一个春天发芽生长生机蓬勃的阶段，是一个刚开始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最近刚转职，还是开始一个新的投资标的，反正就是你们的整个气场是一个新的感觉，准备要投入往前冲，然后播种，要想看它长大的感觉。因为这个源头就是一个creativity vitality， 一种生命蓬勃，一种很有创造力的感觉。所以这是你们底牌，你们第一季的能量场。所以当你们在冲的时候，你们可能很有冲劲，很有憧憬，但是在真实世界跟情况跟别人协调跟合作的时候，你们可能会有一点点受挫。因为我们要跟别人合作，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总是会有一些冲突，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这是我这边看的，就是整体的一个你们会遇到的一个情况。第一张这个宝剑4逆位，也就是一种休息完了，你们之前可能是比较处在一种休息的状态，疗愈的状态，在探索接下来要做什么的状态。但是现在2024第一季，你们是有一种新年新希望新开始，你们要准备就是着手努力现在想做的事情。所以逆位就是说你爬起来起床了，要开始做了。然后它解释牌是 luck 幸运，所以你们第一季其实是还蛮有运气的。这个运气应该是说，不管你想做什么，都会有一些好事发生，让你可以成功的去执行。 Jackpot Fortune Reward， 所以当你起而行的时候，你会得到一些好运帮助你，然后得到一些奖励。这边32号5，所以生命灵数5，还有你们这边有很多4，所以生命灵数4的人可能也会选择到这一组。还有就是你们可能常常会看到444的天使数字，因为这边有的13也是4，然后这边22也是4，所以会看到444天使数字。你们我先讲一下星座哈，刚刚有讲你们可能有风象星座嘛，因为你们会处在一个比较，就算你没有风象星座在你的星盘，你的1到3月就是处在一个比较多思多虑，比较需要焦虑，比较需要多思考的一个能量场。然后另外还有圣杯，也就是水象，你们可能也有一点水象在你的星盘里，天蝎、巨蟹以及双鱼。另外还有狮子座，太阳牌是狮子座的能量场。好，接下来这个圣杯3的逆位，解释牌是6号的 Withdrawal Quit Awakening Rejection， 离开醒来 Awakening Rejection 拒绝。如果你是需要跟团队合作的话，这边就是说
在团队合作上可能不是那么的和谐，因为你们刚刚已经看到能量牌卡是宝剑五的状态，宝剑五的状态就是一种不是互相支持，那你们又拿到圣杯三的逆位，所以如果你们真的需要团队合作，你们第一季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和谐，然后这种你感觉到团队不支持你，或大家都自己做自己的，或互相挑拨离间，或者是耍心机的话，你会因此想要离开这个团队。那另外一个讯息是说，你可能看清了你现在的公司团队的不协调，所以你想要辞职，想要离开，然后而导致你的团队崩解，这是另外一个讯息。那大家自行对应这个团队，你们也有可能，如果你是学生，那就是学校团体里面一起合作某一个 project 的同学们。我们第三张牌卡是太阳的逆位，所以太阳逆位它其实还是属于一个正向，因为你们还是有 luck， 有没有？都是黄色，你们的好运还是存在的。但是太阳的逆位，也就是说，你还是会获得到一些幸运或跟成功，但是你们中间也会有一些失去，有一些东西会离开你。那这个东西有可能是你的团队，你失去你的团队。有的东西是你可能因为工作而失去一个好朋友，或者是跟好朋友一起做事，然后失去这个好朋友。或者是有一些人，你们本来你们第一季可能觉得很有信心会成功的一件事情，可能没有像你想象的那样有成就或有成果，而让你感觉到一种失落的一个状态。所以你就算有其他的成功，但是你会因为这个你本来很有信心的东西没有成功而感觉有一些失落，这是这个能量场。然后这个注意阳性能量，你第一季可能会得到一个黝黑的男人黝黑的阳性能量的帮助，它可能会带给你好运，或真的实际上帮助你。黝黑的阳性能量就是说头发是黑的，或皮肤很黝黑，眼睛是黑的之类的。好，然后最后这一张宝剑六的正位，你们经历的这几场，就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惊心动魄，可能没有到惊心动魄，但是就是有起有伏，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个状态，就是有好运，但是也会有争端，然后之类的。然后到第一季末尾的时候，你会终于进入到一个比较平静的状态，就不需要再争执，因为你可能终于决定要辞职，要往下一步迈进。你可能会带着你的家人前往一个别的城市，或甚至是搬家，因为你离开了你原来已经熟悉的这个你觉得没有办法再做下去的环境，因为太多的负面能量跟争端。因为你决定要 self love， 你决定要爱自己，你决定自己的内心平静最重要。这有对应到这个 Selenite 天青石。Tune into your serenity， 你要把这个收音机调到宁静的频率。所以你在最后一季，你在第一季的最后，可能会终于决定以自己为主，不想再那么累了，不想再争执了，不想再为了得到客户而去降低自己的身价了，这种意思，这种含义。生命灵数5、6、4、7的人可能会选择到这一组。你甚至可能会辞职，然后带家人去度个假，去休息一下，因为你觉得你冲的，你有努力过了，值得让自己的身心都平衡一下。然后你们可能有些人会做一些祈祷仪式，这边的蜡烛的形象让我感觉你们会去祈祷说，接下来希望做的事业是可以让你觉得有满足，又不需要再像以前那样去争斗的一个新的事业，新的 project。 好，我整体来说我觉得大部分选择2号牌组的朋友，你们可能会遇到斗争的能量场，就是第一季。所以因为斗争
不是说你们会事业不好，你们事业还是会好，但是你会花特别多的精神跟力量、时间去防止别人迫害你，或者是妨碍你的事业发展。你要保护自己，又要跟别人争执，就是很累啦。所以后来你会觉得你不想再争了。如果你的团队都只是为了自己好，然后不懂得互相合作支持的话，不是为了这个 project 一起努力，而是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目标在做事，你会决定离开这个环境，好吗？我们这边有2张 tea leaf， 一个是 dark woman， 黝黑的女人，黝黑的阴性能量，黑发黑眼或是皮肤黝黑的这个阴性能量，你们第一季会跟这个阴性能量，黝黑的阴性能量有所接触。第2张是 bear， 熊， danger especially in money matters， 所以他是说要小心危险，特别是跟钱有关的事物上。那你们如果有在投资，小心你的投资的状态，然后或者是说你们第一季可能会花很多钱，不管是为了什么，那要小心自己，还是要小心自己的支出，要有存款之类的。另外呢，如果你的投资或者是你事业合作伙伴或者你的客户之类是这个黝黑的阴性能量，就稍微注意一下。我不是说每个你们遇见的黝黑的阴性能量或女性都会有问题，因为它这2张一起出现，所以就是稍微注意一下，可能会有一个黝黑的阴性能量会对你的财务造成危险，好吗？如果有这种诱惑你投资或买什么房地产的人，他是这样的性质，就大概小心一点哈。然后这边有2张，一个是 can， 一个是 staff。很妙的是，你们抽了2张都跟手杖的形象是相同的，相关的意涵。这个 can 就是拐杖 ，pay attention to your health。所以你们在这么累的情况下，绝对要注意自己的健康。那这个因为它是拐杖嘛，所以除了是你的心灵的健康，比如说不要过思，因为你们可能会睡不好，因为这种事业上的焦虑会让你睡不好，所以注意健康。那另外就是小心腿部的伤害。那拐杖，万一腿受伤了或肌肉扭到，脚踝扭到，穿高跟鞋的女孩子注意走路，注意你们的健康，因为是有跟拐杖有关。第2个 staff 也是一个杖子的概念 ，You will be taken care of in difficult times。所以就算你们可能第一季的这种事业能量场不是非常的和谐，但是不用担心，你会被照顾。在这种艰难的时光，你会被照顾，你还是会有幸运，会有贵人，好吗？你们就是你们第一季就是种什么得什么的一个能量场，你有种就会有得，这个是不用担心。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宇宙对你有什么建议。对，我可补充一下，因为知道你叫我补充，因为你们是属于这个有种就有得的能量状态，所以注意你跟别人合作的时候，你的态度、你的反应也是有种就有得什么，所以你对人家是这种和谐平和的态度，别人就会用平和的态度对你。就算当时他没有用平和的态度，他之后再经过一些时间，他可能还是就是会用你的平和的态度来回馈给你，好吗？但是如果你是用这种争端斗争的方式，你就会遇到别人用斗争的方式来对待你。 OK， 好，这一张Animals Allies 我刚刚没讲到，这个是动物盟友的意思。动物盟友这一张，我觉得第一个你们想要静心或想要放松，多去大自然去看去接触，尤其是跟动物有关的。所以你可以去山上，你可以去爬山，你可以去农场，看蝴蝶，或者甚至去动物园。当然动物园因为他们是被关注的动物，所以可能不那么建议啦，但是就是多去接触真正的大自然。另外这个动物盟友我觉得代表你们的贵人，所以注意，如果你会看到蓝色的蝴蝶或蛾，没有蓝色的蛾吧，反正蛾或者是蝴蝶类的，这是一个幸运的象征。另外属虎
属马、属羊的人可能是你的贵人。那这个蝴蝶，因为没有属蝴蝶，好，那我就是先假设我这边的感觉是属鸡、属虎、属马、属羊的人可能是你的盟友，你们可以稍微注意一下。或你本身是属这几个星座，那就是虎跟马是三合，羊跟鸡是三合吗？欢迎大家在留言处跟我说。好，然后呢，宇宙给了3个建议，而且很神奇，因为都相互对应，而且你们鸟的形象都很强，所以这边你们抽到2张连续有鸟的形象。哦，对，我还要补充一个，就是我这边有感觉到很强的牡羊座，因为你们很多的4号，牡羊座跟金牛座，然后刚好有一张满月在金牛出现了，所以你们这一组有很强的牡羊跟金牛座，也可能会选择到这一组。另外鸟类的形象，你们风象鸟类给我风象星座的能量，你们是喜欢自由的，然后有的人你可能声音很好听或喜欢唱歌，那你们的动作非常的，你们的动态非常吸引人注意。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感觉到这一点，你们就如同小鸟，或者是你们常会梦到自己在飞，好吗？然后另外这张是40号，所以4又出现了，所以你们真的应该会常常看到444的天使数字。好，我来讲第一个建议。The more energy and intention I bring to my faith, the more fearless and free I am. 所以呢，只要我投注更多的精力还有注意力在我的信仰里面，只要有信心啦，如果我更有信心，关注我的信心所在，我就会变得更无惧，并且更自由。我觉得你们这组人要的就是自由，就是 financial freedom， 因为我们现在是讲财富嘛，谁不想 financial freedom？ 但是你们自由对你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你们的月亮可能会在什么射手座、牡羊座之类的，就是这种，或者是风象星座，很喜欢跑来跑去去旅行，然后随时想去哪就去哪的这种感觉，这种移动有移动的自由的意思。OK，victory 胜利。这张很重要，这张有跟太阳牌有关。这张牌是说，你只要锁定了一个目标，你对它有信心，那你就要持续做下去，让你这个目标成功的重点是什么 ？Discipline， 你绝对要给自己规范，每天至少投注20分钟，甚至1小时。你可能这个目标只是一个 hobby。可能只是一个兴趣，比如说你想写作，我只是举例，那你至少你现在没有时间写作，你至少投注每天20分钟到1小时去写作，开始去习惯写作的感觉。你如果之后想要写一本书，你现在就要开始用一种很规律的习惯，让自己养成这个习惯去做它。你只要一直，比如说你想要瘦身，这是最简单最容易理解的一个例子。你要瘦身，你要达到这个目标，你要相信你会瘦身成功，你会看起来像某个明星，那你就要每天做多少时间的运动，每天要吃什么，就是这种规范，把自己规范好，那你就会成功。不要礼拜1、礼拜2做了2次之后，礼拜3、礼拜4就放弃，因为太累之类的，你这样就不会成功，好吗？第一个，对自己的目标有信心，你就会无惧并且自由。第二个，要规律的去执行它，因为你们第3张又抽到满月金牛 Your dreams need a practical plan， 你的梦想需要一个实际的计划，所以这是你们第2组的人绝对有一个梦想，想要达成的目标，很确切的目标，那你就是第一个要有规律去执行，并且要有个计划，好吗？这2张都是在鼓励你怎么去让你的目标成功。Full Moon Taurus，你们满月在金牛的时候，我不知道接下来3个月哪一天满月在金牛。这个是你们可能之前满月金牛的时候有开始思考这个计划，或者是接下来满月金牛的时候是一个很好开始去规划怎么样让你这个目标成功的一个时间点，好吗？好，
最后一个环节，不会忘记天使解答。现在可以想一个问题，暂停影片，然后呢，感觉准备好了，睁开眼睛看哪一副牌最吸引你，那就是你的答案。我们会先从左边来解牌。首先，第一个答案是 Choose a new direction， 选择一个新的方向。这个跟第一副牌组有对应到，里面有2个地方跟第一副牌组有点像，所以不知道有没有人选不出来。好 ，Choose a new direction， 不管你的问题是什么，换一个方向去进行，换一个新的目标，或换一个方式思考，好吗？第二个答案 ，Ask for help from others， 要寻求别人的帮助。这个别人可能可以是真的人，好，或者是你可以祈祷，像你的高我跟指导灵以及你的天使，你可以寻求他们的帮助。这边有很强烈的天使的形象，另外还有就是有一种祖先跟过世亲人的能量。如果有些2号牌组的朋友，你们有过世的亲人，你其实潜意识隐隐的知道，觉得他们在看照着你的话，你可以跟他们祈祷，寻求他们的帮助。那另外就是，如果有些朋友是有宗教信仰的，你可以跟你信仰的神明去祈祷，寻求他们的帮助，好吗？天使，另外天使的形象很明显。我们第3个答案 Let go， 放手。这个你的问题呢，就是不适合你，不可行，所以就放手。或者是说，现在不是得到答案的时间，你要先放掉这个执着，放掉想要知道答案的这种执念，因为还不是时候揭开给你看，还不是时候达成目标。所以第一个讯息就是说，不是跟这个目标物，不是跟这个人，好，放手。第2个讯息是，现在你还不是时候让你知道，所以先放掉，不要问这个问题。Let go， Let go 就是臣服，让宇宙去帮你进行，不要去硬要某一个结果的意思。好，我希望今天的读牌对大家有帮助。欢迎在这支影片按赞、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然后也欢迎分享这支影片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读牌。你们的按赞、订阅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然后谢谢各位的互动，你们的互动也都会帮助这支影片推播给其他需要的朋友哦。然后另外也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 Saucy Indigo， 在上面我会 po 每周塔罗运势以及不定期不同主题的塔罗运势。那有个别占卜需求的朋友，欢迎 email 给我，在影片描述栏下方有我的 email， 或者是 Instagram profile 上面会直接有个按钮，你按了就可以 email 给我咯。好，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祝福大家第一季顺利，有信心，你们一定会达成目标，会得到胜利的，好吗？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好，选择3号牌组的朋友，你们选的是这一颗蜂蜜方解石，我放这边。首先我们用2张神谕卡来看一下你们1到3月的事业、财富、运势整体能量如何。第1张是3号的 The Lovers 恋人牌，第2张是 Jasper 翠玉碧玉 sorry。 好，从这2张牌卡，首先这个恋人牌这副是塔罗神谕卡，所以它跟一般塔罗不太一样，它是3号，所以这边我就有想到塔罗一般韦特塔罗恋人牌是6号，生命灵数3，生命灵数6，双子座的人以及金牛座的人可能会选择到这一组，因为3号也让我想到 The Empress 女皇牌。另外双子座的人会选择到这一组，以及其他风象能量星座的朋友会选择到这一组。因为这个碧玉牌卡这张牌的出现代表着说，你们1到3月事业财运上非常需要 grounding 的 energy， 需要有一种脚踏实地的感觉。因为你们如果是风象星座或风象能量很强的人，你们1到3月这样的意思是说，你们通常个性会比较用头脑去思考，会去计划，或者是1到3月你如果没有什么风象星座在你的星盘里，这个2024的第一季
你会处在这种比较需要思考，因为你可能这张我看到你可能会有合伙关系。恋人牌是一个很美好的、很和谐的、合伙的一个能量牌卡，所以这边我感觉到有一些朋友，你们可能真的是跟你的爱人即将要一起做一个事业，你们可能会一起合作，一起共事。那另外呢，如果不是跟恋人在一起，那就是你这第一季会找到一个人跟你非常和谐的相处以及合作，是一个很棒的合伙关系。而这个合伙关系会让你们一起做的这个事项、计划以及事业或者是投资有一种很稳固的成长。因为女皇牌是一种，这个3号让我想到一种 expanding 向外扩展，是一个很有愿景又充满滋养的一个能量场。所以不管你现在是在做什么样的事业，都是一个你们的合伙关系跟和谐的能量场会让这个事业也非常非常的发展的非常好，像是土壤很丰沃长得很好的花朵一样。那第3个小讯息是可能部分的朋友，你们的事业可能有些人不会太注重在事业，这个我们要等一下看那个其他的塔罗的细节。有些人可能你们会真的就是重心会，你们可能真的会遇到一个恋人，可能会进入一段关系，恋爱关系，而不是太注重在事业上。但是这个恋爱关系会提起你的精神，会让你变得很有活力，然后很多事情都看得很正向，所以间接的就影响到了你的事业也发展得很好。那这张碧玉牌就是说，偶尔这1到3月要稍微休息一下，去走一下沙滩，去抱一下树，或者是光脚踩一下土壤或者是草皮，让你的这种很焦虑或者是思虑很多的这种能量场，让大自然帮你带走，去平衡你的能量，好吗？让你变得比较平静一点。Strengthen your foundation， 强化你的基础。所以1到3月是一个，这个基础可能是你的事业的学业的基础，你的投资标的的基础，也有是你自己本人健康上能量场上的一个基础。你稳健了之后，平衡了之后，不会混乱之后，你的事业就会发展得很顺畅。因为如果你们风象能量强，你就更需要这种大自然土地帮你们去 grounding。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用其他的塔罗及神谕卡看你们的财富事业运。这边是帮大家抽到的你们1到3月事业财富运。我要说你们的能量场非常的富饶，然后真的是跟爱情有关。有的人甚至会可能决定同居，有的人是直接组建家庭，有的人会结婚。我现在先大致讲一下，因为你们这边还抽到一张 Rose， Romance is in the air。 你们可能喜欢玫瑰，或者是你即将交往或即将结婚的对象有玫瑰的刺青，或他很喜欢玫瑰，或者是他是6月生。因为6月的花语是玫瑰，这边你们又有恋人牌，所以可能你是6月生，或者是你的伴侣你喜欢的那个人是6月生，或你的合伙人如果不是浪漫关系的话，他是这个6月生的或双子座的。然后你们这边2张神谕卡，一张是 Nest 巢，这里面有1、2、3、4、5颗蛋。这边这一张是 Wreath 花圈，你们2张都是这种圆形的能量。圆形有没有？花圈就是欢庆庆典，这边我通常会讲庆祝活动，有一点权杖4的感觉。所以就是第一个我看到的听到的就是婚礼，有人你们可能真的会办婚礼，或者是求婚成功。第二个是你们可能会开创事业，比如说开店什么的，然后开幕日大家会送花圈的那种感觉。第二个这个 Nest 都是有一种被包覆、被包围、被保护，你们被这种欢乐的幸福的能量包围着，你们被合伙人或者是你的另一半的爱、家庭的爱包围着。如果你们第一季还没有结婚，因为这边看起来就是一夫一妻3个小孩的意思，
有些人你们可能真的计划生3个小孩，有些人可能真的已经结婚的，已经有小孩，可以在留言处跟我说。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情侣，你们决定要交往，是以结婚为前提交往，你们有讨论之后要生几个小孩之类的。总之就是有一种结盟稳固，然后组建家庭，或者是你第一季的事业是一种已经很稳固。因为我等下会从塔罗来讲，选择3号牌组的朋友，你们大部分的人应该是事业都已经有一个基础，然后可以坐在那边等着收获的一个能量场。然后你们的这个事业已经如此的稳固，可以让你开始思考决定要结婚或决定要组建家庭，不管结不结婚。好，我现在来讲塔罗。第一张就是圣杯国王，他坐在这边，晚上看电影吃爆米花，这种很休闲。然后圣杯国王这种很稳重，圣杯国王是最稳重又懂得控制情绪，他很有情感但是又成熟，所以他懂得什么时候释放情感。在他带人领导的时候，他是可能会稍微严肃一点，或者是不会让你看到他感性的那一面。但他在照顾家人照顾亲朋好友的时候，他是非常温柔的人，懂得倾听的人。所以你们应该是这个圣杯国王，然后你们的事业已经是处于一个稳定的阶段。有一些人可能是自己当老板，大部分的朋友可能你们应该是自己当老板，或你们是主管，所以你是那种可以派遣把东西发给属下去做，然后你有时间可以回家，你可以拥有自己的时间。有的人可能真的就是回家看 Netflix 或看其他的频道，看自己喜欢的电影，可以享受这种下班后的时光。好，或者是你是自由业者，你有自己的 business， 你懂得调配时间。因为它的解释牌是 strategy 策略，这个 strategy 策略就代表你们很聪明，你们已经很有人生历练，很懂得计划，所以你们就是稳当的把自己的事业都计划好了，每一步棋都想好了，所以等于是你们第一季等于就让你的扎根已经扎得很好，你的事业可以自己有点像设计好的 AI， 就让它自己跑的一种感觉。所以因为你的事业已经可以自己跑，你就不用每天每分每秒都要花心思去处理你的事业，你就会有自由的时光，有钱又有闲的意思这么棒。第二张是圣杯骑士，你们连抽到2张，底牌又是圣杯，所以你们的水象也蛮重的，你们的水象能量很重，你们应该有就是比如说上升太阳月亮或金星在巨蟹双鱼或天蝎。我们第2张圣杯骑士这边我有几个讯息，你们的事业上是圣杯国王，很成熟，但当你们在追求情感的时候是圣杯骑士，稍微年轻一阶，因为你很浪漫，你们很会花言巧语就是你会让你想追求的那个感觉到你的浪漫，你的 affection， 然后你会很温柔。这2张同时也都代表你们非常有艺术天分，很懂得创作。好，有的是写诗写歌弹奏乐器，有的人是画画，有的人是摄影，不一定。有一些人你们可能真的是从事视觉的行业，有的人可能真的是跟影视相关，从事影视相关的行业。如果有对应到，欢迎在留言处跟我们分享。然后你们在感情方面就是那种白马王子，那能量场不好会有可能变花花公子，但是你们绝对是男生跟女生心目中的梦中情人，你们非常懂得去撩拨，去暧昧，去挑逗嘛，不能说挑逗，调情呀。那这张另外还有就是说，你们会懂得享受生活，在你不用做事的时候，你会去参加一些庆典活动，有没有庆典活动？你们会去参加什么开幕酒会啊什么的，然后去享受这种花花公子的时光。我不是说你们是花花公子啊，就是这种如果你们没有结婚，就算结婚也是可以，就是会去享受这种轻松的
社交，喝个香槟，跟人家聊天，然后如果没有结婚的，就是跟人家调情的这种感觉的气场、能量场。那另外这个还有第三个讯息，就是你们第一季可能会遇到一个阳性能量，是这个白马王子，是这个很浪漫、很优雅、很有艺术天分，会把你迷得团团转，觉得哦天哪，梦中情人的一个对象，他会来找你。我这边在讲，我刚刚听到另外一个讯息，有一些人，这不会所有人都对应，这是比较少数的朋友。你们第一季你可能是这个，你们事业稳定，你们已经有一些事业基础，现在在等着就是看他自己去成熟长果实，等着收获。你们有2张牌都是8，所以8号对3号牌的朋友是一个幸运数字，关键数字。你们可能常常会，有的人是看到天使数字888，有的人是会在比如说什么生日，这是什么生命灵数吗？不是，就是算当年的生日数，或对，因为2024加起来是8，所以今年是你们的开始等着丰收的年份，好，开始看到自己之前的努力可以收获成果的年份。然后你们第一季就是处在这种很calm，你们有时间可以去参加社交活动，也可以自己独处冥想，然后在一种很平静的能量场，就是等着钱自己进来的一个感觉。那你们有可能这是可能之前投资的东西，现在可以开始收获，就是有赚了。那有一些人是可能是 content creator， 你们有放出去一些东西，那你们的 content 现在是可以帮你们赚钱的一个状态，所以你有一种 inner peace， 你们会 meditate。 所以你现在是，如果说我刚刚要讲的讯息就是说你是这个人等着收获，那这也可以另外就是事业上你就是很平稳了，感情上也有可能是之前你的感情历练也现在让你变成这个，你就是自己去发光，你出去展现自己，然后回来就是自己在家冥想，然后过自己的生活，然后就会有2个人朝你走来。所以我刚刚说的少部分的朋友的讯息是1到3月可能会有2个阳性能量来找你，一个是国王，一个是骑士，但是这2个人都情感丰富，都很浪漫，都很有艺术天分，或者是他是做创意工作的人来找你，给你 offer。 好，如果有对应到也欢迎回来跟我说。那通常如果你们这是同一个人的话，那就是你们1到3月还有旅行的能量，因为他这一张骑士的下面解释牌是 maintenance， 是修补，这个修车的这个感觉。这个修补就刚刚对应到说，你们可能会在忙碌之后去参加宴会，让自己放松，跟别人交际，然后喝点小酒让自己放松，这是对你自己的身心的平衡的一个 maintenance 的一个怎么说 maintenance 维持修复的一个意思含义。但是同时也有可能你们真的会1到3月有旅行的能量，因为这边有一匹马，这边有个车，都是有一种你们可能会真的有人是车子好像可能没有办法跑得那么好，但是你要去做一个长途旅行，一个 road trip 之类的，你需要把车子保养一下然后出去旅行的一个概念。你有可能甚至是要旅行去找一个人，这个人或者是你会遇到这个人，他会旅行来找你，好吗？最后这一张钱币5的逆位，下面解释牌是 sweetheart。 Oh my god， 这个真的就是成家的能量场，你们不会再孤单，不会再觉得不富足，因为它是逆位，因为你找到你的家，你找到了另一半，你们甚至真的很多，甚至有人真的会怀孕，因为要怀孕而结婚，或者是一结婚就怀孕，好，或者是看每个人阶段不同，或者是交往是就是觉得对方很适合步入家庭，然后决定之后要一起生小孩，组建家庭，所以你就不会再觉得孤单了，很棒，有钱，有另一半，很棒的一个能量状态。底牌是圣杯8的逆位，圣杯8的逆位代表是不离开，
因为你已经找到你可以待下来的地方，这就是第一季的整体能量。你终于找到适合自己可以稳健坐在你的王座上的你的一个位置，不管是事业上还是感情上，所以你不用再出走，然后你之前学到的经历教训你都运用在现在的事业跟感情里，所以你终于可以不用再出走。解释牌是 merit making， 这是有一种你终于很禅定。你们第三组可能真的有在修身心灵哈，这边有两个字跟灵修，还有这个圣杯也是跟灵修有关。其实你们有人有宗教信仰，你们决定就是可能之前在事业上很拼，然后风风雨雨，然后你们现在终于稳定，找到自己的信心，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开始就是修身心灵，然后投入到想要走到更高的精神层次，奉献社会，奉献大众，可能开始有人会去捐献，有人会去侍奉之类的。很棒，很正向的能量。然后 tea leaf 呢，我们稍微注意一下 tea leaf table 这个桌子 hard work ahead， 你们可能还是会有需要经历一些，你们还是要努力工作，不是说就坐在那边都不做事，你们是开始收成没错，但是还是有一些事物需要你去处理，所以你们之后可能还是会很忙哈。然后 mountain 山 major challenge to overcome， 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挑战需要去解决，但是我相信你们可以解决。这张 dog 狗 protection from a powerful friend， 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们可能人际交往也有一定的人脉之类的，或是你特别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还蛮有力的一个朋友，会给你保护，那他有可能是属狗，或他很喜欢，他是 dog person。这张 Rose 刚刚讲了，就是浪漫 ，romances in the air， 所以你们第一季你们事业能量是跟爱情非常息息相关，是连带的能量场。事业有成，组建家庭，就是你们第三组的重要核心。接下来我们来看宇宙有没有什么建议要给你。好，补充一下，生命灵数还有5，生命灵数3，生命灵数1，1、2、3、5、8，生命灵数1、2、3、5、8的人可能会选到这一组，就给了3个指引哈。我刚刚还忘了讲，我也忘了讲什么。对，圣杯国王跟圣杯骑士，你们可能真的有的人是做跟身心灵有关的工作，除了我刚刚讲的影视行业，还有跟身心灵有关，你们可能真的是或跟宗教有关，然后你们可能会在你们现在就是有一种需要指导别人、引领别人精神上的一种导师的一个职业。你们这3张牌，这2张，尤其这2张紫色很重，所以你们的第三眼第一季会打得很开。你们可能事业跟你的直觉灵感力有关，它可能是在创意创造上，也有可能是就是比如说你有可能是像我一样是读塔罗的，或者你是算命的之类的，会需要用到你的直觉跟你的第三眼的能力，好吗？心灵导师的意思。第一张 The universe has my back， 你有这个信心，然后现在宇宙再提醒你一次，宇宙会罩着你，所以不用害怕。这个鹦鹉，猫头鹰，我是讲每次都讲鹦鹉，猫头鹰可能是一个你的指导灵，会用猫头鹰的形象显现，所以你看到猫头鹰，或者你可能有猫头鹰的视频，你看到猫头鹰的时候就是一个 sign。 好，然后呢，第2章 The energy is gaining momentum， 能量正在加强，这个能量蓄势待发的意思，在累积，然后觉得要开始慢慢的往上，然后要发出来。 waxing moon 腊月，不管你现在在做什么，你现在就是等待。好，钱币7的能量，你就静静的等待，你已经知道就是静静的等待，你的事业会发，一定是之后就是发，你们还有8，有没有？所以就是发。第3章 Evolve into your complexity， 你要进化到你的复杂性。这边这个章鱼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生物，你们的头，有些3号牌组的人，你们的头可能真的比较大，就是在你的身材比例上，你头
跟身体配起来头的比例比较大，那就是因为你脑比较大，所以你们应该是真的蛮聪明。然后再来就是你的第三眼会打开，那宇宙也鼓励你多多去冥想，让你的灵感直觉连接宇宙的能力更强。然后3号又出现了，跟这一张3号一模一样。所以我刚才说你们这一组可能也有金牛座或天秤座的能量场，就是爱与美，然后还有滋养别人。反正你们应该这一组就是很会懂得去照顾别人的心情情绪。你们可能是 empath， 你们可能是感知力很强，是敏感族群，所以你们有的人会做这种心灵导师的行业，帮人家就是指引别人，帮助别人解决难题，或者是把迷雾散开的这种行业，这种就是这种滋养照顾别人，让别人觉得心灵感觉被抱住，被疗愈的这种你们就是这种能量场哈。好，然后最后这张章鱼牌也有说，反正你们这组一定要多多冥想，去静心，去连接宇宙，请你多多连接你的高我跟指导灵，去听他们有什么话要对你说，你有什么困难，尤其是你如果遇到这个 big challenge 的时候，去聆听他们的指引啊，你会得到答案跟教导。还有你就是宇宙，你的天使指导灵，请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要站稳脚步，然后去臣服在宇宙给你安排的这些事件上。他这张卡的有在说明，他举一个例子，如果孕妇生产的时候去抗拒那个痛而不敢生产，生产的时间就会拉长，那她就会痛得更久。所以你要去 endure， 你要去接受这个痛，这种不舒服的状态，你只要让它痛过了，你很快就结束了，你的困难就像是这个考验，你的一个课程。所以不要害怕，你要可以好好的去面对你碰到的任何挑战，因为宇宙会照着你，好吗？好，最后一个环节，天使解答。你们现在可以问一个问题，然后暂停影片，慢慢去感受，睁开眼睛看哪一个牌最吸引你，那就是给你的答案。首先我们从左边开始解答。第一个答案是 The situation will improve， 情况会好转。所以好，不管你问的是什么问题，情况都会向好的方向去发展，好吗？所以不用担心。第二个答案 Peaceful resolution， 和平的解决，和平的结果呀，这个跟困难也是有关，所以你们最近可能真的有碰到一些困难，宇宙在利用这次的机会鼓励你要好好的去面对它，处理它，就是牙一咬痛过，你就会学到课程，然后你这个课程结束，你就会精进，你就会甚至得到 reward。好，所以不用担心你的困难，就是会解决，而且是和平的解决。第三个答案，喵喵 ，OK， forgiveness， 原谅。每次有这张卡都有观世音菩萨的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观世音菩萨，但是我会想到观世音菩萨，所以去原谅，因为你们最近有在去，你们可能有侍奉啊、祭拜啊，甚至是念经。你们可能有的人有重要信仰可以念经，而且是跟观世音菩萨有关的，可以念一下。然后记得去原谅，原谅是为了你好，不是为了那个人好。不管你问的问题是什么，原谅也是一种臣服。原谅的根源就是臣服，就是没有什么去好计较跟好指责的，因为就是那个时候这件事就是发生了。那个时候发生不代表以后还是会有相同的情况，或者我们的每个 moment 都是那个 moment 而已。我们现在新的概念，我们如果修身心灵，新的概念就是说，你这个 moment 发生的事情，你就不要一直去记着，觉得下一个 moment 还会再发生。当你的能量，当你有这个信念的时候，会有时候很奇迹的那个你以为还会继续发生的能量，
那个对方，他就不会再发生了。你要有信心去原谅他，原谅也会帮助你解决业力。你如果不想再跟某一些对象继续交流，原谅他们，他们就不会再来跟你有牵扯，好吗？我希望今天的读牌对大家有帮助，欢迎在这支影片按赞，然后呢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也欢迎分享这支影片给你亲朋好友一起来读牌。你们的按赞订阅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还有任何的互动都会帮助这支影片传播给其他有需要的人哦。然后也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 Lasocia Indigo， 在上面我会 po 每周塔罗运势以及不定期不同主题的塔罗运势，也欢迎在上面跟我互动。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那如果有个别占卜需求的朋友，欢迎 email 给我，在影片描述栏里面有我的 email， 或者是我的 Instagram 上直接有一个按钮，可以一按就 email 给我哟。我祝福大家，第3副牌组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状态跟能量场。然后呢，我希望下次继续跟大家在我频道见面咯，拜拜。